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道听途说，分享不同的故事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刘家庄的庄主乃是一个瘸子，今年50岁的刘老爷的确是个瘸子，右脚残废了。知道详情的没有感到惋惜的，反倒是为他感到庆幸，因为这刘老爷年轻的时候被抓了壮丁，当初可是九死一生，才勉强保住了一条命，结果代价就是右腿残疾，不能当兵了，只好是回到了家中。刘家在当地本是望族，刘老爷靠着军中的关系，在当地也算是有了些人脉，所以经营了这么多年，置办了些不小的家业。活到这个虽说，这位刘老爷膝下只有2个女儿，大女儿今年20岁，小女儿18岁，都到了出阁的年纪了，几乎是隔一段时间便会有着媒婆过来提亲。这不，客厅之中上位端坐着刘老爷，身旁站着2闺女，此刻带着俏皮之色，听着媒婆跟刘老爷在提亲呢。媒婆也是当地有名的人，此刻正在口若悬河说道：刘老爷，不是我吹，男方家里在城里可是有着2个布庄，那可是赚钱的营生。男方说了，若是你同意这门亲事，彩礼加倍如何？刘老爷听了却是皱了皱眉，说道：我怎么听说那李公子人品有些问题，据说他常年流连青楼之地啊。媒婆听了脸色有些尴尬，不过还是说道：这些都是谣传了，毕竟年轻人聚会难免会有些助兴的节目是吧？您可不要听信这些谣言。刘老爷不动声色，摆了摆手说道：我会考虑的，有了结果我自会通知你。媒婆神色有些纠结，不过还是说道：那就听您的好消息了。就在这时，那位2小姐却是说道：不用考虑了，我姐姐不会嫁给这种登徒子，你就死了心吧。那媒婆听了愣了下，随即看向了刘老爷。刘老爷冷哼了一声说道：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，赶紧回去后宅。2小姐听了却是根本不在乎，说道：爹，我不同意这门婚事，大姐可不能嫁给这种人。说完转身走出了客厅，看着闺女的背影，刘老爷苦笑了一下，随即对着媒婆拱手道：实在是不好意思了，孩子小不懂事，不过此事还是做爸爸。媒婆听了也只能是苦笑了一下，转身离开了。2小姐刘家到了姐姐的屋中，看着读书的姐姐笑道：姐，我今天可是帮你挡了一桩姻缘啊。恬静的女子刘静看着妹妹笑道：说说怎么回事。那妹妹绘声绘色将之前的事情说了一遍。姐姐听了却是苦笑道：妹妹啊，做事可不能这样，你这样当面不给人家面子，往后哪还会有人给我提亲啊。刘家听了哼了一声说道：这种人不嫁也罢。2姐妹说着话，就在这时，姐姐眉头深锁，额头竟是滚落豆大的汗珠，脸色瞬间变得苍白起来。妹妹见了吓坏了，喊道：快来人啊，姐，你怎么了？刘老爷离着不远，听到了喊声之后，拄着一根拐杖朝着这里疾步走了过来。到了屋中一看，也吓坏了，赶紧吩咐道：去请了郎中过来。管事立刻赶车将镇上最有名的老先生请了过来。郎中过来直接开始诊治，看着神色严肃的郎中，再看看已经昏迷的刘静，李老爷心如刀绞，问道：究竟怎么样了啊？我闺女得的是什么病啊？郎中良久之后到了院中才说道：病人所得乃是绝症，恐怕将会不久于人世了，你要有个心理准备。骤然之间听到此话，刘老爷傻了，不解道：平时没事啊，怎么会这么严重啊？
郎中斟酌了一番，说道：“此症恐怕是祖上遗传，无解啊。”刘老爷似乎是想到了什么，有些沉默不语。但是刘家却是说道：“我家祖上也没有这种病啊，没听说谁得过这种啊。”郎中听了，愣了下。刘老爷追问道：“我想问问，这种病能够坚持多久？”郎中听了，想了想，说道：“按照医书记载，得了这种病症，最多活3年，不过应该是只短不长。你们要有个思想准备啊。”听到此话，刘老爷眼眶湿润，不过还是忍住了，点头说道：“还请帮忙开张药方，尽可能医治。”郎中：“好吧，尽人事听天命吧。”开好了药方，郎中便离开了，自有人去抓药，开始熬药等等。刘家看着刘老爷，哭道：“爹，姐姐她怎么就得了这种病啊？早知道我就不破坏这门亲事了，都怨我啊！”刘老爷拍了拍闺女的肩膀，说道：“哎，都是命啊，不要多想了，尽量先瞒着你姐姐吧。”可是就在这时，刘静却是悠悠醒来了，看着父母二人，眼神有些空洞。此事在刘府之中传开了。不只是如此，刘家大小姐病重的消息也是不胫而走。原本几乎是隔个几天便会有人过来提亲，如今却是几乎没有了。1月之后，刘静好似是恢复了一般，妹妹此刻正陪着她说话呢，就听丫鬟过来说道：“2位小姐，前院来了媒人提亲了。”刘家闻听，顿时来了兴致，说道：“我就说吧，这些人不会那么势利，这不还是有来提亲的了。姐姐你先待着，我去看看，回头告诉你。”说完之后，冲出了屋子，冲向了前院。屋中的刘静苦笑了一下，随即想到了自己的病情，却是叹了口气。这二小姐到了客厅这里，却是听到了令她震惊的话，还是上次那位媒婆。只见此人带着笑意，说道：“刘老爷，明人不说暗话，你那大女儿得病的事情，谁人不知，谁人不晓啊？所以我这次过来，是来给你家二小姐提亲的。”刘老爷听了之后，脸色顿时变得阴沉了起来，还没说话呢，只听门外的刘家转过身，走了进来，同时说道：“我在这里说了，我姐不嫁出去，我是不会考虑成亲的。”听到此话，刘老爷竟是难得点了点头。媒婆见此，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刘老爷，都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你家这怎么都是闺女做主啊？若是如此，那么我干脆也别来了。”刘老爷听了，非但不气，竟是说道：“你说对了，我家还真就是2个闺女说了算。”送客，送走了媒婆。刘老爷想了想，说道：“佳儿，你过几日带着你姐姐去4处游玩一番，去寺庙上上香，正好你给你姐散散心。”刘家点头答应了下来，便走了。回到内宅之后，刘老爷的发妻看到刘老爷归来，斟酌了一下，说道：“老爷，此事该当如何是好啊？”看着妻子，刘老爷叹口气，说道：“这么多年，辛苦你了，事情不要告诉他们俩，免得姐妹感情将来生分了。只有以后我来想办法。”2日之后，天气晴朗，是个出行的好日子。刘家找到了大姐：“姐，咱们去游玩一番，随后去寺庙咱们上上香，保佑你平安。”刘静听了，想了想，还是点头同意了。刘家跟父亲说完了，刘老爷倒是贴心，将府中最好的马车给了姐妹2人，同时找了车夫跟着，一路上顺带着伺候着。2人上了马车，车夫一甩鞭子，马车缓缓而行，速度开始起来了。姐妹俩也是漫无目的，不过想到父亲所说，刘家还是按照路线，沿途有着一座寺院。第2天，马车到了广元寺这里，2人下了马车，因为这里人流还是不小的，车夫就没跟着，
毕竟佛家这种地方还是比较安全的。只是两姐妹到了门口的时候，也是巧了，从里面走出来一名公子哥打扮的男子。此人眼神狂瞟，盯着过往的人流。突然之间，此人看到了刘家，又看了看刘静，嘴角上翘，径直走了过来，将二人挡在了大门口这里，带着一股邪笑，便伸手过来，打算摸刘家的脸蛋。这刘家见此，脸色难看，身体就往后退了一步，喝骂道：“登徒子，你干什么？”那人听了，却是呵呵笑道：“小娘子，今日相见便是缘分，不如小娘子随我回去乐呵乐呵吧。咱贾某人家里有的是钱，保准你吃香的喝辣的，怎么样？”大姐刘静见此，瞪着此人，喝道：“赶紧走开，我们要喊人了。”其实旁边已经有人看着这一幕，只是大家不敢过来。一名老妪打算过来，旁边的年轻妇人赶紧拉住老妪，说道：“三婶不可啊，那人乃是本地有名的地痞，咱们惹不起啊，被他坏了身子的可是不止一位了。”此人不还是安然无恙？那老妇人听了，赶忙止住了脚步，不敢上前了。就这样，围观的人不少，但是无人敢上前。眼见着两姐妹要吃亏，就在这时，一声大喝声传来：“住手！青天白日，朗朗乾坤，竟敢调戏良家妇女，真是狗胆包天！今日爷爷便要替天行道。”说完，一名身材壮硕的男子拨开人群走了进来。那嚣张的男子刚要张嘴骂人，可是在见到男子的一刻，竟是露出了一丝忌惮之色。男子也就是20来岁，一身灰衣短褂，应该是个干力气活的，一看就是穷人。但是那阳刚般的正气却是扑面而来，令得刘家脸色霎时红润了一下，心脏狂跳。男子进来之后，看着所谓的贾某人，冷笑道：“就知道是你小子，赶紧滚蛋！再叫我看到你，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”调戏人的男子听了，脸色难看，但是明显极为忌惮，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你等着。”说完狠话之后，竟是真的走了，连头都不敢回，顿时引来了围观众人的哈哈大笑。壮硕男子看了看姐妹二人，尤其是见到面色红润、有些娇羞的刘家，愣了下，本来要说的话，竟是不知道说什么了。现场难得停止了一般。刘家见此，心中高兴，扑哧笑了一声，俯身道：“多谢壮士搭救，若是没有壮士，今日我姐妹恐怕是遇到大麻烦了。”姐姐刘静也是俯身感谢。男子这才恢复，笑道：“都是小事，那人我认识，整日在这附近出没，专门调戏良家妇女。若是你软弱可欺，那么便就便宜了此人了。”说到这里，刘家问道：“敢问壮士尊姓大名？”男子笑了笑，说道：“我叫王硕。”刘静本是要走，不过这刘家还是问道：“王硕，好名字，敢问壮士家住好处，是做什么谋生的？”旁边的刘静愣了下，看了看自己的妹妹，嘴角露出了笑意。男子虽说有些诧异，但是还是说道：“我家就在王村，我是个送货的。”刘家点头，还真认识王村，其实离着他家不远，也就是3-5里而已。男子说完之后，赶忙拱手道：“两位姑娘小心，我这就走了。”说完出了庙门，扬长而去。刘家看着此人的背影，露出了一抹微笑。旁边的姐姐刘静笑道：“妹妹这是动了心思啊。”刘家听了，做出了娇羞状，拉了拉姐姐的衣服，笑道：“哪有啊，只是这人倒是实诚，还有见义勇为的侠义之举，不简单啊。至于心思，姐姐还没有，我怎么会想呢？”听到这里，姐姐眼神黯淡，说道：“我就这样了，待死之人罢了，我可不能耽误你。”听到姐姐如此说，
刘家赶紧拉着姐姐的手劝慰了一番，随即两人就走进了庙中，上香许愿。上香之后，两人便回到了家中。只是从此之后，这位刘府的二小姐却是多了件事，那就是时不时乘坐着马车往返刘家庄和王村之间，只有姐姐知道是怎么回事。一晃便是数月的时间，路旁的小树林，靠着小树的两人彼此对视着。王朔想了想，说道：过几日我便去提亲，我要娶你。听到这里，刘家便要点头，但是想到了姐姐，还是有些迟疑。王朔见此，说道：我知道你想什么，姐姐没有成亲，妹妹难道就要老死家中不成？刘家最终还是点了头。自己姐姐的病情，他倒是没有跟王朔提及。见他同意，王朔大为高兴。回到家中的刘家，正好看到父亲堵在门口，倒是吓了他一跳。刘老爷看到女儿下车，稍加迟疑，问道：你上哪了？车夫不敢回答。刘家笑道：爹，我就是烦闷，出去散散心而已。刘老爷点了点头，也没多说什么。次日，一名媒婆到了刘府这里，看着刘府偌大的宅子，有些心虚，不过还是拍打了大门。门自打开之后，看着此人，疑惑道：你找谁？媒婆笑道：我是来提亲的，烦请通报一声。门自见到是媒人，但是不敢怠慢，急忙进去禀报。片刻之后，这位媒婆坐在了客厅这里。刘老爷看了看此人，倒是不认识。这种媒婆应该是专门为了那些穷人服务的，从其穿着便能看出来，神色还有着拘谨。刘老爷问道：阁下来此是给谁提亲啊？媒婆本来拘束的神色，此刻当然无存，开始介绍了起来。王村有个青年王朔，家境虽说不行，但是此人身体壮实，心肠极好，而且此人干起活来任劳任怨的。这不是打算跟你家二小姐说和，不知道老爷意下如何？客厅外面其实就站着刘家，此女面色带着期待，其实心中着实忐忑，怕父亲直接给回绝了。虽说知道希望不大，但是此事还不好跟父亲言明，毕竟男女私下见面，传出去不好听，影响名声。刘老爷想了想，盯着此人良久，突然说道：好，我答应了。媒婆本来是打算走个过场，毕竟两家身份悬殊，不可能会成。可谁知道这位刘老爷竟是突然答应了此事。刘老爷继续说道：我那小女儿也不小了，早就该出嫁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救这位王朔了。门外的刘家惊呼出声，赶紧捂着自己的嘴。媒婆反应倒是快，笑道：那就恭喜刘老爷了，我回去便将此事告知男方，咱们那就准备后续的事情吧。事情竟是出奇顺利。媒婆走了，刘老爷将此事告知了刘家，这刘家竟是直接点头，也没有反驳。见此，刘老爷哼了一声，便走了。刘家明白，估计自家的老爹早就知道了，所以才会如此痛快。随后便是开始张罗婚事。2月之后，黄昏之时，一家人吃了晚饭。刘老爷看着2个女儿，感慨道：明日便是佳佳你出嫁的日子了。刘家点头，低着头，脸上带着喜色。刘老爷没有多说，众人各自回房，等着明日的迎亲。月色登上枝头，刘老爷到了刘家的房门外，咳嗽了一声：还没睡啊？刘家心情激动，所以睡不着。闻言穿好衣服，打开了房门，说道：爹。刘老爷看了看女儿，纠结了一番，竟是直接跪在了女儿的面前。见此，刘家吓坏了，拉着刘老爷起来。这刘老爷却是说道：闺女，你听我说件事。刘家不解，刘老爷这才说出了自己的要求。当听完之后，刘家傻了，看着地上的父亲，
一时不知所措。原来刘老爷的意思，竟是打算在明天迎亲的时候，来个偷龙转凤，将大姐刘静嫁出去。刘家眼中含泪，问道：“爹，为什么啊？”刘老爷听了，说道：“对不起啊，女儿，你可知你大姐的身世？”刘家听了，顿时愣住了。刘老爷娓娓道来，原来这刘静不是刘家人，刘老爷当兵的时候差点身死，乃是这刘静的父亲救了他一命，但是为此那人死了，死前将唯一的女儿托付给了刘老爷，这就是刘静的来历。这么多年，只有刘老爷夫妇二人知道此事。听到此，刘家愣住了，说道：“这就是你们对大姐这么好的原因？”刘老爷点头：“没有他的父亲，我已经死了，哪里还有刘家啊？所以我想在他死前，给他一个完整的家，希望你原谅父亲的自私。”刘家听完，竟是从伤心难过之中恢复了过来，强忍着泪水说道：“我同意了，我也会告知王朔的。”刘老爷听了，顿时露出了喜色，说道：“只要你姐安心度过这段时日，你和王朔的婚事我不反悔，这个家还是你们的。”刘家只能是含泪点头。刘老爷言道：“明日你就不要出面了，将书信交给我，我给你大姐下了药，将书信放在她身上即可。”看到父亲安排如此周密，刘家再次点头。刘老爷起身走了，留下哭泣的小女儿。次日迎亲，倒是好不热闹。刘老爷提前给了王朔家很多的银子，免得太过寒酸。王朔带着兴奋之色，将新娘子迎走。只是拜堂的时候，新娘子体弱，都是旁人搀扶着搞定的。带入了洞房之后，王朔和刘静都傻眼了。不过在看到刘家手书之后，王朔叹了口气，还是认了此事。只是2年时间，王朔和刘静从未回过刘家，世俗话断了关系一般。刘老爷从未去过，好似是漠不关心，但是只有刘家知道，老父亲几乎是隔几天便会去看看，都是远远盯着。刘家也是如此，彼此怕见面会尴尬。只是2年的时间，这刘静终究是熬不住了，还是撒手人寰。刘老爷看着自己的女儿，老泪纵横。刘静虚弱之际，说道：“爹，我知道我不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不过我要谢谢你，对我比亲生的还好。这2年我过得很好，没有遗憾了。谢谢爹，我走了。”王朔还是小妹的。说完之后便离世了。丧事很快办完了。这天趁着夜色，刘老爷到了王朔家里，看到自己的岳父，王朔没有多少喜色，而是有些冷淡。谁想到刘老爷竟是又跪在了王朔的面前，说道：“我知道此事都是我做的不好，此次过来，我就是求得你的谅解的。为了弥补我的过失，刘家一直在等你，以后再也没有刘家了，只有王家，我的所有都是你的了，还请看在刘家的面子上，原谅我吧。”看到跪地不起的岳父，王朔陷入了纠结之中。2年了，他对刘静虽说没有爱情，但是也是有了感情，两人生活倒是相敬如宾。只是每每想到刘老爷，都会忍不住愤怒。就在此刻，刘家从暗处走了过来，哭的是梨花带雨。那王朔见此，赶忙过去，抱着刘家，也是止不住落泪。1月后，王朔提出迎娶刘家，只是遭到了父母的强烈反对。老父亲说道：“礼义廉耻，咱家虽说不是什么大家族，但是这些东西也得遵守。你妻子刚刚过世，你就要另娶，这是丢人啊！”母亲也是强烈反对。就在这时，刘老爷走了进来。王朔父亲见此，叹气道：“亲家啊，真是对不住，我竟是养了这么个儿子，妻子刚刚过世，便要迎娶妻妹，这可是太过荒唐了。”谁想刘老爷却是说道：“
老哥啊，此事是我同意的啊。一句话，王朔父母愣住了，刘老爷便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讲述了一遍，说道：放着这么好的女婿不要，我难道傻了不成？所以我特意过来，请两位同意这桩婚事。王朔父母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看着儿子，有些心疼，说道：苦了我儿啊。没过几日，王朔迎娶了刘家。开始的谣言，随着事情的真相传出，此事倒是成了一段佳话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看完这个故事后，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